人不可貌相。宋仲基这张娃娃脸看上去人畜无害，几分温和女相之下，却有一颗 24K 纯传统男人心。结婚离婚不仅雷厉风行，而且对于婚姻就是传宗接代这事儿想得明明白白，敢说敢做。这个娱圈纯爷们充当了一个男性样本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女性的处境。前姐夫二婚生子的消息，在最近连绵起伏的瓜田里没能翻起太大的浪花，很多姑娘的时钟还停留在双宋结婚离婚的意难平。他俩结婚比我自己结婚都高兴，他俩离婚我一直都没有走出来，原来走不出来的只有观众。我觉得他俩谁受的伤害都没有我受的伤害多。柳时镇与姜暮烟在平行世界一定过得很好很好，柳时镇与姜暮烟帮我们将理想照进了现实，宋仲基与宋慧乔又硬生生打碎了琉璃瓶，剩一地扎脚的玻璃渣子。太阳的后裔是2015年的剧，转眼已经过了8年。2016年首播之后，传出双宋假戏真做的消息，两人吃烤肉被拍，过马路被拍，俊男美女果然连背影都登对。当初地社爆出恋爱实锤的这张照片，是两人同游东京，躲在小巷里腻歪。爱情像一把火，明星最动人的瞬间不在戏里而在戏外。双宋道也不拖泥带水，2017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张娘娘携手闺蜜苏芒亲自漂洋过海去随份子。结婚证的保质期不到2年，2019年6月双宋逼。大家回头翻娘娘的微博，发现除了双宋，被她祝福过的张靓颖、张柏芝、董璇也都逼了，也不知道是离婚率太高，还是娘娘算命太准。从合到逼速度太快，观众的糖还没咽完，噎在喉咙中间，不知该咽还是该吐。曾经的他们，无论戏里戏外，都制造了一种新式爱情。戏里是守望理想的医生与军人，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双线并行，人物的成长性至今依然秒杀无数以职场剧的名义谈恋爱的国产剧。戏外是奶狗弟弟与漂亮姐姐奋不顾身的跑步进入婚姻，即使如今回头看，也不得不承认两人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深爱过，爱到甚至来不及磨合，来不及谈论未来规划，被蜜糖糊了眼，啥也看不见就结婚了。当爱被烧成灰烬，宋慧乔自己好像都是猛的。南宋抢先一步在离婚调解期公布离婚消息，宋慧乔被动应战。最终双方公司给出了一个体面的离婚理由，双方未能克服两人之间的不同，最终不得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当时坊间对于离婚原因有诸多猜测，有说男方出轨，有说女方出轨，有说男方被高层包养，有说女方跟财阀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。如今4年过去，宋仲基亲手揭开了谜底。今年1月30号，宋仲基忽然官宣二婚，太太是英国女演员凯蒂，两人在机场被拍，女方已经孕象明显。5月底，宋仲基在戛纳电影节上官宣即将升职当爸，直言生育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，超级开心要当爸爸了。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父亲，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爸爸，我身上的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父亲对我的影响，所以小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好爸爸。话音刚落，6月14日他就官宣得子，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宝宝的小手，而且又真情实感地写了一篇小作文。今天有个做梦般的消息，我想先告诉大家，我在意大利，妻子的故乡罗马与孩子相遇，是个健康的儿子，母子平安。打造幸福家庭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，这对于我们夫妻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娃娃脸男星升级当爹自然要被祝福，但3番2次提到生孩子是自己人生的最大梦想，多少有点用力过猛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说在演艺圈有了妻子与宝宝会失去很多工作机会，但他不在乎，因为家庭永远比事业重要。这段话内涵的有点严重，大家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。新闻一出，网友就炸了，纷纷留言询问宋仲基是亲自怀孕吗？要喂奶还是要坐月子？公允地说，以颜值取胜的男演员结婚生孩子确实会损失一些商业价值。玄彬结婚以后，某大牌香水代言人马上把他换成了孔刘。但人生有得有失，男人如果说自己因此失去很多，太太岂不失去了世界？
毕竟妻子生育不到1周，宋仲基就参加了 LV 大秀。虽然一脸憔悴，被调侃喂夜奶了，但从侧面印证了同样级别的明星，男性的生育付出跟女性完全没有可比性。试问哪个女明星生完孩子6天就能去走秀？用力过猛也好，传统大男子主义也罢，总之这一波操作下来，宋仲基终于如愿以偿的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情况下，把双宋离婚的原因给说清楚了。我要的是一个家庭，你是一个传奇；我要的是孩子，你只想独美。站在宋仲基或者说大多数男性的角度，太太不愿意或者不能生孩子，选择离婚不仅合情合理，而且属于无错退出。基于这种认知，宋仲基才会觉得自己在第一场婚姻里有天大的委屈，并且迫不及待地在2婚的时候纠偏。一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不管多爱都要奉子成婚，而且是在对方怀孕3个月已经稳定之后才结婚。2表明孩子对自己的重要性，把家庭摆在第一位，暗示离婚原因是女方不生孩子，把事业摆在第一。这2点非说有什么错，好像也谈不上。首先，性别决定认知，男女所站角度不同，结论自然不同。其次，每个人在选择婚姻时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得不到就逃跑，只能说够现实，还谈不上渣。最后结婚是各取所需，离婚其实也一样。南宋找到了已经退居幕后，愿意马上生孩子的新太太，宋慧乔则找到了让自己大放异彩的文东恩，黑暗荣耀，终于收获了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百想事后。如果说摆在家境优渥的宋仲基面前的镜子是开洗车厂，事业成功又能顾家的父亲，那么在宋慧乔面前也有一面镜子，是生活不顺，19岁就早早生下自己的母亲。母亲不仅18岁偷尝禁果怀上了宋慧乔，而且遇到的是一个不靠谱的男人，在她8岁的时候撂挑子走人了。家境困难的宋慧乔不得不放弃学费昂贵的花滑事业，小年纪转投更容易赚钱的演艺圈。作为母亲与外婆带大的孩子，事业带给宋慧乔的安全感是她熟悉并且能够掌控的，而婚姻与男人反倒是她的陌生领域，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与探索。可惜急于生育的宋仲基可能真的没有耐心给这个年长自己4岁的太太更多的时间去选择与适应。何况对于事业相当的男女来说，生孩子所带来的影响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男人可以一直往前走，而女人必须停下来，短则2-3年，长则4-5年。这是宋慧乔的现状，也是大多数女性的现状。舍弃是当代女性人生答卷里面的必选题。当你想要一点什么，就必须考虑舍弃另外一些什么。兼顾这个选项在女性的生命里被频频提到，不是因为她们贪心，而是因为对于女人她稀有难得。而对于男人来说，兼顾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，他们天生就能得到。现实里的很多婚姻，男人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，而女人往往过着过着只能随波逐流。一个常见现象是女人想要爱，男人想要孩子，于是2人结了婚。结果男人用爱忽悠女人生了孩子，生完以后发现想要孩子的人不带孩子，想要爱的人只剩下孩子。很多时候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怀揣一个希望，走到了理想的背面。好在宋慧乔属于比较清醒的那个，她放弃兼顾，选择紧握自己的那张牌。这张牌不一定有多好，但大约真的是她喜爱并且看重的。她要在演员这条路上再多走一步。男人说最开心的事是当爸爸，背后的潜台词是要当一窝孩子的爸爸。男人说家庭比事业重要，背后的潜台词是我需要一个全职太太。双宋第一的第4年，宋仲基终于亲口说出了原因，而宋慧乔虽然被捕了，甚至还火到了中国等亚洲国家。而在电视剧爆火的同时，宋仲基和宋慧乔这对璧人也又一次走到了观众面前。就在很多人都因为2人在剧中的感情较好时，戏外他们也传出了好消息。仅仅1年之后，他们就对外宣布了恋情，并且很快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结婚之时，整个韩国只要是有头有脸的明星都来了，简直就像是韩国娱乐圈的一场盛事。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这场被所有人寄予厚望的婚姻竟然没有维持2年就以离婚收场。1981年，宋慧乔出生，她是在韩国大邱广域市出生，
9岁时父母离异，宋慧乔随其母亲生活。成长于单亲家庭，她自小就是漂泊不定的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小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到处搬家。原本母女俩是住在首尔，但一旦母亲工作变动或者租房遇到困难，他们就到处跑。小时候，宋慧乔不但生活在漂泊中，而且很孤单。由于经常搬家，所以没有几个亲密的朋友，即便是和身边的小伙伴混熟了，也会因为再次搬家而疏远。时间一长，宋慧乔不再主动交友，而且当时的宋慧乔毫无理想，也没有对将来有什么期望或计划。3年级的时候，她无意间报名了一场模特比赛，没想到就此成为 Smart 品牌的御用模特。1年之后，她有幸与金喜善搭档出演《双色婚纱》。在这部戏里，宋慧乔展现出了惊人的演技，仿佛她生来就会演戏一般。1998年，她甚至还凭借《顺丰妇产科》获得了年度女演员的最佳新人奖。至此，她一度以为自己会在演戏的道路上一帆风顺，但事实证明她想错了，因为打这之后就再没戏约找上门。困惑之际，宋慧乔萌生了成为一名主持人的念头。结果自信满满的她，最后却在比赛中被告知不适合。2000年，宋慧乔终于又被《蓝色生死恋》剧组看中，并担任女主。她终于冲破事业上的瓶颈，得以接拍各种戏作。随后，她在韩国一炮而红。这部剧在中国播出后，也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，让她收获一些中国粉丝。在她最红的那些年，但凡她出演的偶像剧都会大卖。不过，名气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大，和她合作的都是帅哥，所以宋慧乔的绯闻一直没有断过。2003年，宋慧乔与李秉宪不仅在节目中秀恩爱，还经常一起出去旅行。1年之后，李秉宪甚至还单方面宣称，他很快就会与宋慧乔完婚。这句话一出，顿时引起一阵骚动。然而，当李秉宪公布喜讯时，宋慧乔正忙于《浪漫满屋》的拍摄，并且和 Rain 有了暧昧。有趣的是，正当宋慧乔与 Rain 传出绯闻的时候，李秉宪又突然单方面宣称，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。2008年，宋慧乔又有了新的绯闻，绯闻对象是玄彬。这次宋慧乔公开承认，但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。3年后，因为玄彬参军被迫终结，而此时的宋慧乔因多段绯闻缠身，演艺生涯一度跌至谷底。幸好《太阳的后裔》的出现，才让她重回事业的顶峰，并找到了真爱。那时候，宋仲基只拍过一部《狼少年》，再无其他代表作，论知名度，距离宋慧乔差得很远。此前2个人素未谋面，但第一次见面就情投意合，经常在一起交流，并悄然发展成恋情。《太阳的后裔》之后，宋慧乔再度走红，宋仲基则是迎来首次大红大紫。2人事业蒸蒸日上之际，感情更是越来越甜蜜，只是外人并不知道而已。可狗仔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们还是被媒体拍到了一起出国旅游的画面。但是2个人都没有回应，经纪人也只是说在一个活动上偶遇而已。可媒体却不会善罢甘休，宋慧乔也终于不再隐瞒，大方承认了2人之间的关系。2017年10月31号，2个人举办了堪称韩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婚礼。但2人结婚后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，实则很快就出现了婚变的消息。宋慧乔出席某一活动时，被发现未佩戴结婚戒指，而宋仲基则是对宋慧乔的行踪一概不知。2019年6月27日，宋仲基直接官宣了离婚。由于韩国法律规定，犯了错的一方是没有权利要求离婚的，因此宋仲基主动要求离婚一事，也就说明宋慧乔是犯错的那个人。宋仲基本人也曾经向传媒透露，他承认离婚不是自己的错，而在宋慧乔。离婚后，外界对宋慧乔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。但奇怪的是，一直饱受诟病的宋慧乔反而越走越顺。她不仅在现在正在分手中担任主角，还因为《黑暗荣耀》拿到了最佳女主，事业仍旧处在巅峰期。相比之下，宋仲基倒是平平无奇。虽然有戏拍，可评价却是一路走低，粉丝们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而宋仲基的相貌也开始被人诟病，
不仅满脸都是肉，连眼睛都有些肿，不复当年的英俊潇洒。此外，宋仲基还和英国人凯蒂结婚了，但紧跟着就有人爆料，凯蒂是一位单身母亲，在和宋仲基交往前已经结过婚，还有俩孩子。因此，宋仲基是否找到了真爱，仍旧是个疑问。总而言之，相比之下，还是单身的宋慧乔过得更自在。原本是一场人人艳羡的婚姻，没想到走到了这般唏嘘的地步。如果说两人之间的爱情是一次炒作的话，实在有失体面。也可能是他们只适合恋爱，无法结为夫妻，共同度过充满琐碎的婚姻生活。不过说再婚就再婚，宋仲基这速度实在惊人。1月30日，宋仲基通过所属经纪公司对外官宣了他再婚的消息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个好消息是，宋仲基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究竟是带球上车，还是因为怀孕加速了结婚的进程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这无疑间接证实了此前宋仲基曝光恋情时，被网友拍到在机场的街拍照里，女友凯蒂穿着宽松衣服，被网友质疑怀孕的猜测。有可能在那个时候，凯蒂就已经怀孕了。宋仲基在官宣再婚的文字里写道：“我有了人生中比什么都珍贵和幸福的约定，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发誓要和凯蒂一起度过今后的人生，她支持我，我们互相珍惜，并一起度过了珍贵的时光。”宋仲基留言的文字相当感性，在他眼中，新婚妻子凯蒂不仅心地善良，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。正是因为有凯蒂的存在，宋仲基说他自己才成了更加优秀的人。在结婚之前，宋仲基已经跟凯蒂默默恋爱了1年多，只是没有对外官宣而已。但在宋仲基的朋友圈里，包括影视圈里，很多人都知道凯蒂的存在。年轻时，凯蒂曾是英国国内小有名气的女演员，她性格温柔，外形靓丽，与宋仲基站在一起相当登对。在和宋仲基相恋之前，凯蒂的情感世界也并不是单线条的。早在10多年前，凯蒂就曾被拍到怀着孕肚走在街上的照片。彼时，有英国国内的消息称，凯蒂有一个相恋并同居了6年的男友，凯蒂为他生下了女儿。而一个疑似凯蒂女儿的漂亮女孩也多次和凯蒂有过合照，时而是在咖啡馆，时而是一起出席公开的活动。这对疑似的母女俩并没有对外掩藏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也因此不少宋仲基的粉丝感叹，宋仲基这是一结婚就要当继父的节奏。但显然，离过婚的宋仲基并不完全在乎这些世俗的观念。宋仲基在认识凯蒂的时候，凯蒂的身份并不是女演员，而是私人英语老师。宋仲基的事业发展相当一部分是走的国际化的路线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加上之前凯蒂当过演员的背景，凯蒂顺理成章地成了宋仲基的私人英语老师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埋下了爱的种子。在韩剧《财阀家的小儿子》新加坡的见面会上，宋仲基高调带女友凯蒂一起出席见面会。在全场大合照中，凯蒂站在一众演职人员当中，相当亮眼。他跟宋仲基虽然并没有表现出亲密的举动，但能看得出来，宋仲基毫不避讳在媒体面前让自己的女友公开曝光。按照时间推算，宋仲基的老婆凯蒂之前的那个女儿，如今差不多10岁左右。是不是在宋仲基和凯蒂再婚之后，女孩跟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外界不得而知。反观很多网友在感叹，宋仲基、宋慧乔的双宋之恋，随着宋仲基的再婚而彻底没有复合的可能性了。